Thailand Pass 泰国通行证黑熊手把手教学。嗨，大家好，我是黑熊。从2021年11月1号开始，入境泰国除了最基本的签证之外，你还必须到泰国外交部推出的一个网站线上申请一个叫做泰国通行证 Thailand Pass。有了这个通行证，你才能入境泰国。那刚好呢，黑熊有一个朋友最近要来泰国，我就借由这个机会帮他申请泰国通行证，同时呢手把手教大家如何申请。好，那现在就跟着黑熊一起来申请吧。那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泰国通行证的网站。进入到这个网站呢，如果你的浏览器有这个广告拦截的套件，记得把它关掉，以免发生一些不可预期的问题。再来呢，就是请检查你的网址，确定是正确，因为现在有很多人会做钓鱼网站，那所以请记得这个网址。那我们到了这个网站之后呢，你可以看到有分给泰国人跟给非泰国人。泰国人呢，他要回来泰国也必须透过这个系统申请。那我们这边呢就看非泰国人的部分，那我们点击。那目前只有英文这个语言，说不定未来会支援中文啊，或者是其他语言。可以看到，首先第一个，泰国通行证的系统只给搭乘飞机、航空器入境泰国人才可以使用。好，那目前是这样，未来会不会改我们还不知道。那目前入境泰国呢有3个模式，黑熊在另外一支影片呢有说明这个3个模式的差别以及我的观点还有引诱。那在这一集呢，我就简单描述一下这个3个模式。第一个就是入境免隔离，第二个呢就是沙河蓝区，第3个呢是快乐隔离。那这个3个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你有没有打完疫苗，有没有打完泰国政府合可的疫苗，或者是世界卫生组织合可的疫苗。如果你有打完上述的疫苗，而且是在入境前14天完成接种，那你就可以适用前面2个模式。那如果没有呢，就必须走这个快乐隔离模式。那这2个有什么差别？都是打完疫苗，差别就在于说你的出发地。所谓的出发地呢，就是你在前往泰国的前一站，你连续待超过21天的地方，那就是你的出发地。那目前呢，泰国在10月30号有公布63个国家与地区，如果你从这个几个地方出发，你就可以入境免隔离到泰国，就是自由移动。那这个名单呢之后也会再持续更新。沙河蓝区呢，它的差别就在于说，你不是从入境免隔离豁免的63个国家与地区出发的，那你入境泰国，你只能在这个沙河地区移动。那泰国有规划这些地方作为沙河蓝区。其实大部分观光客会去的地方都有了，比如说像曼谷啊、清迈啊、琼布里是工业区啊，罗勇也是工业区啊，还有普吉岛，像帕塔亚也是在琼布里。所以说基本上呢，沙河蓝区已涵盖所有一般观光客或商务客会去的地方了。接下来快乐隔离，但是隔离的天数呢，就是比之前还缩短，只要缩短到10天。那文件的部分就是在这边，当然有签证，如果你的护照是不需要签证，那就不用了。那你必须用你的疫苗接种证明。好，那刚才黑熊忘了提的就是，如果我先前有得过新冠病，那我康复了该怎么办？你就算康复了，你在1年内康复，你必须取得康复的证明，然后医院开立的哦。然后再来就是在康复之后也一样，你必须接种至少1剂泰国政府或者是世界卫生组织合可的新冠疫苗才可以入境。那接下来就是隔离酒店旅馆的订房证明至少1个晚上，然后呢再来就是医疗保险保额呢必须要在5万美金以上，同时要涵盖新冠病毒。其他这部分都是差不多。那刚才黑熊还没有提的就是你搭飞机之前你必须取得72小时的核酸检测证明，而且必须是阴性。我们选择这个，因为我的朋友是从台湾出发。接下来就是一些条约条款这部分，按确定了，是选择你为何要来泰国，旅游、商务、教育、医疗，或者是你回来泰国，你有泰国籍或其他。那记得选择适合你签证的目的。好，我这个朋友呢，他是商务，然后呢，他是从台湾来。他会到哪里？必须从这些机场入境泰国才可以。他会坐到曼谷的苏万那布国际机场。好，那接下来呢，他哪一天会到？那黑熊建议各位呢，使用键盘输入，当然你也可以用旁边的按钮来选择。那待几天？团体吗？不是。第一次来泰国吗？不是。下个确定。好，那接下来就有4个东西要填的，一个是个人资料、疫苗、联络方式与住宿以及保险。好，那我们就快速帮他填一下他的称谓。好，他的名字没有 middle name、family name， 再来是护照，
他的生日。email 就非常重要了，因为泰国通行证是透过 email 寄送给你的，所以他要你 email 要填写2次。然后他的职业呢，接下来就是签证的这个部分了。那黑熊建议各位在申请之前呢，把刚才黑熊提到的文件呢，都透过拍照或者是扫描，记得档案大小都必须要小于5 MB， 然后以 JPG 或者是 PNG 的方式做存取。那黑熊呢已经把它做好了，都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好，那首先我们选择护照，一般的护照，那护照号码。然后再来就是把护照的资料页放进去 ，OK， 这样就上传完成了。12岁以下的小朋友要跟你一起去的话呢，可以透过跟你随行一起申请，在这边，所以你只要点下来，你就可以把他的资料填进去，一样是他的姓名啊、出生啊、护照，还有就是他施打疫苗的一些证明，都在这边直接填写。好，那如果说你有很多小孩的话呢，很多随行者，那你就可以一直增加。那这边没有，所以我们就删除。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往下一个，你的新冠疫苗的施打证明要有2剂，必须是泰国政府或者是世界卫生组织合格的疫苗才可以。这个呢是说你刚好在1年内你有得过新冠病，在这边你就必须上传你的康复证明，然后再加上至少1剂的疫苗施打证明，然后当然这个日期必须在你入境前的14天就施打完成，不然它不会认可。好，那我们不是透过这个模式，所以说呢就不用勾这一个。再提醒一下，这边所有的文件都必须要有英文，纯中文的你必须申请一个英文的副本才行。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勾选施打的疫苗，那施打的时间，那在这边我们就上传它的疫苗证明。那这边下面呢有个叫 QR Code of Vaccination， 像我这位朋友是在泰国施打疫苗的，泰国的疫苗施打证明，它的右上角就像这张图一样，它会有一个 QR Code。那如果说你把这个 QR Code 放上去的话，会加速你的申请，所以我们这边就把它放上去。那在这边呢，第2剂的疫苗也是，就把它放上去。那一样，如果没有这个2维码也没有关系，因为有些地方你施打疫苗，它只会给你就是纸本的，然后不会给你这个2维码。好，有出现勾勾表示就放好了。那如果说你有打更多的疫苗，你可以继续按 Add More 加更多，它最多可以放到5个。好，那我们接下来按下一个，你的联络资讯跟住宿。好，那目前呢，我们住宿的我朋友选的是那个 SHA 隔离酒店，所以你在订房的时候，请注意一下，你看你是选哪一个住宿，大部分都是这一个啦。再来就是你的订房的 ID， 那这些在你订房的文件上面都有。酒店的名称、酒店的地址，那是在哪个省份、哪一个府、哪个城市？你是订哪一个期间？那因为我朋友是走这个入境免隔离，所以只要待1个晚上。班机代码可以填进去，然后呢，再来就是订房的这个证明，然后再来就是你的永久住址不是在泰国的，那我帮他填他在台湾的地址，填写你在非泰国的电话号码，然后再来就是紧急联络人，前面一样要加国码哦。下一步，这是最后一个步骤了。接下来就上传一下你的医疗保险，涵盖新冠肺炎的医疗保险，保额必须至少要5万美金以上。那如果你各位还没有保单的话，可以联系我们的小帮手帮你投保。保单号码 ，OK， 这一定要勾要有啊，没有就不能来了。然后再来就是有没有涵盖期间，当然有。生效日期来第1天，然后再来保单 ，OK， 好，没有问题，上传了。最后一个问题是询问你说14天之内你还有去过哪些地方？好，你还可以选其他地方，但目前我那位朋友只待过台湾，那这就最后一个步骤了，按送出。好，就成功了。你可以到你的电子邮件信箱，泰国通行证会寄一封通知信，告诉你说他已经收到你的申请了。那上面直接写说，你在7个工作天内，你就会收到泰国通行证的申请回复。如果你没有收到的话，你可以先到你的垃圾邮件夹检查看看，如果都没有，建议你直接重新申请。接下来这一封呢，就是泰国通行证 Thailand Pass， 这是前一天黑熊帮朋友申请的，还蛮快的，可能申请的人不多，所以不到1天就收到了。那信中呢就有写说入境泰国的注意事项，比如说请携带你的护照，然后当然有签证。如果你的护照不需要签证的话，那也没有关系。那第二个呢，就是下面这个很重要的附件档案 QR Code 2维码，那这个一定要带着。那建议你可以把它印出来，因为如果说当时你没办法连上网络或手机没电，那就没办法用了，就很尴尬了。第三个呢，就是刚才黑熊所提到的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这个也要带着。最后呢，你在入境的时候呢，就会要你出示这个 QR Code 2维码。
这一集就是手把手教学就到这边，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